打工人最挣钱的副业就是在公司楼下卖早餐。第二天我提前准备了1碗预制包子，3毛1个，我卖3块。速溶咖啡我到咖啡机里卖10块。这早高峰一会儿就没水了，我让同事来上班的时候给我带桶纯净水。果然我们公司的人是整个写字楼来的最晚。加公司咖啡我请。可我收单回去上班的时候，发现刚才喝我咖啡的同事全趴桌子上，没趴的脸也跟猴屁股似的。我低头一看，同事给我带的大桶。大早上就喝呀？真倒霉了，喝凉水都塞牙。那天我买了个瑜伽带，听说这玩意儿哪都能练，都能顶上一个健身房。这是虐，这一天我都戴着墨镜上班，一直不敢摘。老板竟然以为我在睡觉。我其实就是在睡觉，因为哈喇都淌大腿上。戴个墨镜装死那个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这小脑袋瓜就是转得快。我跟老板说昨晚熬夜加班做不出方案，哭了一晚上，让他愧疚去吧。都怪我，带伤上班，看没有？老板直接一顿当众夸奖，说带病上班令人感动。我来上班纯属因为在家吹空调费电。老板说这一天啥活都不给我安排，就让我好景不长啊，这红了没2天就下去了。老板也开始怀疑了。为了多躺几天，我照着之前受伤的样子在脸上又画了几道。哎呦，够严重。那天在会议室投屏看剧，我趴桌子上睡着了，一醒来，我懵了。开会呢。那我出去。这儿。好。当一群00后接管了公司，会有多可怕？那天老板要出差谈客户，临走之前是一顿交代，说的好像自己回不来了似的。但等门关上的那一刻，电信诈骗吧？开单了。完事我去厕所给水箱冲水的时候出事了。我手抠那水龙头，我是一动不敢动啊。可公司那帮人一看我站着不动了，就开始哐哐撕我。这不是火星7连之前1期吗？那我一想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在这一直抠到下班吧。于是我就想了招，那水龙头就是下一个洗手能坏的喽。可我一到公司门口没声了，直觉就告诉我，这门后面绝对有1万个人等着阴我。我就折回去做了个大号诉求。他咋回来了？咋啥事都能让我赶上？老板说他走半道了，可我说合作取消了，他就又折回来了。老板，还有比在别人家上厕所更尴尬的事？有，上大的还窜了。虽然我蒙子一直立了一个肠胃不好的人设，但这一次我已经4天没上厕所了。可能是吃辣吃多了，也可能是闺蜜恋脑给我气的。房子我给他住的，水电我给他交的，就连裤衩都是我给他买的。就冲着5斤小龙虾，我带着他就冲他前男友家去了。这路上我是想了1万句恶毒的话，可我这不争气的肠胃在踏进那男的家门口的那一刻，他绷不住了。想干嘛呀？上厕所。啊！我坐马桶上听外面俩人对话，我就想赶紧拉完出去给那男的一嘴巴。可我这一激动，大声好像我崩了根钢筋出来。完事接下来的15秒，我就跟开了香槟似的，那不停的喷呢。最后我想冲厕所的时候，这分手的水费是真没人交啊！关键我一回头，他纸也没了，这就当他的报应。你自己走，我们和好了。他。完事当天晚上，我闺蜜就把我拉黑了，倒不是因为我碰她男朋友，应该是他俩冲完水费洗澡了。啊，你上怎么一股小龙虾味儿啊？啥？厕所不是没纸了吗？得痔疮去游泳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山东身为得痔疮概率最低的省份，为什么我就如此叛逆？这次我必须把那内外混合质给干。可喝完泻药在厕所吐 CD 的时候出大事。我大姨妈来了，再不说来大姨妈割痔子会有生命危险。
可为了这一刀，公司的别墅团建我都没去。既然割不了，我就舔着脸就去了。我一到地方，看着大家面色凝重，在那站了一排，好像在进行什么仪式。玩剧本杀呢？等厕所呢。我一看那桌子上啥都有，那塞多了可不拉不下来吗？看大家脸都憋得通红，我就把上午没吃完的泻药兑了3升水给大家分了。这是拉肚子。这不完了吗？这不还给他们催上了吗？这下午我是跑着去跳泳池里，就上午我吃完那样，那现在药劲儿还没过，在屋里我是真怕他们封着我。可过了一会儿，那几个没等上厕所的全跑出来了，一看我在泳池里，那全都蹦进来了。大家就好像有种特殊的默契，都不说话。那池子底下就嗖嗖的跟有鱼似的，上面就苦苦冒泡，这泳池就好像让我们烧开了。现在就是谁先站起来谁尴尬，可我也没站起来，怎么大家都往我这看？我好像明白了，大家冒的泡都是黄的，就我一个人他妈冒的是红的。哎，温泉啊，让我泡会儿来。云南的野生菌到底有多离谱，差点把我们公司一窝端了。前段时间老板出差从云南回来，带了一箱野生菌，说让我做了给大家尝尝鲜。可我切这玩意儿的时候，怎么切一刀就轻一茬？这难道就是比贴膜大招还毒的剑手枪？花了我8.5。我拿平时吃的香菇就给大家平替上，可大家为了讨好老板，在那拼命的炫。鲜的要死啊，老板，是吧？可吃了一会儿，大家没动静。我一看大家眼睛全直，然后哈喇子开始拉丝儿了。我不是到了吗？就啥反应？我看见同事嘴里有个火车跑出来了。于是我去厨房拿冰水，一打开冰箱，看到了个穿比基尼的哆啦 A 梦，然后蜘蛛侠和苍蝇侠在阳台上就打起来了。便街舞那小子跑到厨房就来了个托马斯旋旋，还得是老板。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马桶上倒立。第二天我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托马斯那小子说我家厨房还是小了，给我炫了一地，说要赔我一套高端的。尊嘟假做？这儿花地府路边旗舰店。就昨晚托马斯那几家子站出来的。后来回家我明白，昨天蘑菇是刀，但切蘑菇的刀一直没洗。不说了，我爸妈还在门口倒立呢。山东人喝酒有多离谱？就这么说吧，从中午1点到晚上10点，这群男的在比谁先上厕所。连烧烤店都说要下班了，可我们老板就说早一些，我们自己搞。啊？我烤啊！喝这么多还能站这儿，我也太能。我不服！我爬起来看了一眼，把店里能烤的东西全给他穿上了。这他们要敢吃，那绝对是喝多了。吃上我了，鼻子没熟。这不是我当时就醒酒了，我怎么把这玩意儿拽出来穿上了？是不是不能喝？现在女生的假屁股到底有多离谱？说实话，我一直怀疑我腿这么长，是本来长屁股上的营养全都流腿上了。从后面一看，就2根筷子插腰上了，就没中间那个过渡。趁着公司这次拍宣传片，老板说让我改造一下，他送我壶铃蛋白粉，我也就谢了。但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这个东西你就照着镜拍。第二天上班我就给他穿上了，现在看不出来是吧？因为为了路上避免尴尬，我等到拍摄的时候才敢启动。伯伯，领导们来看看你拍摄。哇，怎么大腿鼓起来了？当时的气氛直接让我那2根柱子给尬住了。手机卡了，我回头一看，这其实找对地方，但是停不下来的那种。千万别用智能屁股。人生建议，千万别跟穿皮鞋的男的去吃日料。他应该知道这地吃饭是要脱鞋的吧？那他为什么要穿一个一脸湿臭的老年丝袜？你这一点都容易着吧？你看看我们老板，人家起码……算了，说实话，要不是因为他是客户，我都想蘸点辣根给他刺身了。就这顿饭我吃了10分钟，去厕所我得抠了半个小时。现在这情况，海鲜这辈子我还能吃几次？给我气的肠子都抽搐了。
从厕所出来，我看到个按摩椅我就躺上了，寻思再缓一会儿。可我刚坐下，他就让我起开。后面不需要我，请起身，让我。我一看10分钟，他为啥敢要我25？不是我去按摩店找俩大力也不至于这个价。然后只要你躺着不扫码，他就会一直降，甚至变相卖萌的。请你扫码使用或滚出去！让我滚！旁边路过的人都在看我，就好像我是一个恶毒的女人欺负了一个乖萌可爱的按摩椅。太社死了！我寻思就花这25块钱找个清静吧。可我刚扫完码，还没来得及付过去，他哎姑娘！我差点赶紧给我自己过船。你看这个客户吐了一脚三文鱼。这条视频告诉你们什么人不适合上班。那天早高峰挤地铁，有个帅哥对我拍了拍旁边的空座，这一下子就给我拍的心跳加速了。我先迷茫，再确认，然后一屁股就甩过去了。可我怎么比他高半头呢？我当时想赶紧起来，可后面那女生一把就把我薅住了。她说：“你别动，千万别动。”我说：“为啥呀？你抢我做愧疚了？”她说：“不是，你做我早饭上。”我说屁股底下怎么这么热乎呢？当时早高峰，所有人都用判官的眼神审视着我，就好像我是那种不让做就坐别人身上的无赖。我只能跟他假装很熟的开始尬聊。我问他屁股底下是甚饭，他说油饼豆腐脑一大碗。我问他甜的咸的，他说甜的。我说怎么会有人喜欢吃甜的？他说给他男朋友带的。我说你男朋友疯了吧？我就爱吃甜的，怎么了？你俩是？好吧，这个座位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。地铁一开门我就弹射出去了，只要我跑得够快，他们绝对猜不到这一路离拉的豆腐脑到底是从哪来的。我一直撩到公司门口，然后突然眼前一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在黑暗中闻到一股芝士味，我想着是不是要去见我太奶了，我的眼泪就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。什么？还是站着吃。我说为啥？他说你屁股上有块油饼。动物消化不好。